中国为何要将500亿人民币借给斯里兰卡？斯里兰卡与中国有怎样的合作？为何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应？中国对外基建又有何重大的意义？近年来，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提升，这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有着较好的国际形象。中国也一直以负责任、乐于助人的大国形象活跃在国际社会上。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与中国合作，并且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。中国在看到有国家有需要，都会第一时间献上，以此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，就使得这些受过中国帮助的国家十分感谢中国伸出的援手，并且十分信任中国，与中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。其中有一个国家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大的困难，缺少一定的发展资金。中国在知道了这个国家的难处后，就在第一时间向其提供了500亿人民币的援助，这就极大地缓解了该国的压力，也极大促进了该国的发展。但是后面该国由于无力偿还中国的债务，就使得该国决定将自己的港口租给中国经营，以此来抵押中国的债务。但是在中国同意接受的时候，美国就想来横插一脚，想阻止这个国家将这个港口租给中国。然而这个国家却不顾美国的反对，毅然决然地将这个港口租给了中国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原来这个被中国援助的国家就是斯里兰卡，其国土面积只是6万多平方公里，相较于中国那就是小巫见大巫，且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。但是斯里兰卡也是有其优势的，是一个宝石富集的岛屿，世界前5名的宝石生产大国，因此也被誉为宝石岛。此外，由于斯里兰卡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，这就使得斯里兰卡生产的宝石可以远销世界，加上其国内的锡兰红茶也是在国际上大有名气，这就使得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有了一段黄金时期，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斯里兰卡经济的飞速发展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斯里兰卡的经济持续了一段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后，就开始走下坡路。这就是由于斯里兰卡国内遭受到了严重的战乱，国内经常有人组织民众想要从国内独立出来。要知道，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本来就不大，要是再有人独立出去，这个国家就将要面临分裂的境地，也会使得斯里兰卡的国际地位越来越低。由于国内的局势不稳定，这就使得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重创，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。针对于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堪，这就使得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直接出兵将其进行打压。斯里兰卡用了10几年的时间才平复国家内乱。然而，虽然斯里兰卡平息了战乱，但是其国内的经济发展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，甚至到了一落千丈的地步。这就使得斯里兰卡走向了复苏经济的道路。但是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要有资金，然而斯里兰卡由于多年的内乱，政府的财政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，这就使得斯里兰卡的经济一直是萎靡不振，就决定向中国寻求援助，向中国贷款500亿人民币，以此来促进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。中国在看到了斯里兰卡面临的困境后，就决定向其提供援助，将500亿人民币借给了斯里兰卡。加上由于此前斯里兰卡在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，就能不顾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，为中国提供了急需的物资，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。这也使得中国一直都记得斯里兰卡的帮助之情，因此在第一时间对斯里兰卡进行援助。斯里兰卡对于中国的慷慨相助也感到十分开心，并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与联系。此后，斯里兰卡拿着中国援助的钱，就对自己国家进行经济建设，以此来加快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发展。但是，由于斯里兰卡在长期的战乱影响下，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，因此想要立刻取得飞速发展显然是很不现实。所以，斯里兰卡到了该还钱的期限后，由于国家的财政收益还是较少，不足以偿还中国的债务，这就使得斯里兰卡也是比较的着急，怕辜负了中国对其的信任。
于是，斯里兰卡在综合多方的考虑后，就决定将本国唯一的港口租给中国经营，以此来偿还中国的债务。斯里兰卡有这样的想法，其实也是符合国际规定的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在约定的时间还清一个国家的债务，那么可以用国内的现有资源进行抵押，这样既不会影响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信用，也不会使其受到其他国家的排斥。所以斯里兰卡这样的表现其实也是履行约定的表现，也是负责任的表现。中国在听到斯里兰卡的难处后，也是表示可以理解，并且也同意斯里兰卡这样的提议。不仅如此，中国还把斯里兰卡拉入“一带一路”的经济发展计划中，以此来帮助斯里兰卡国家的发展，为其发展注入新的动力。斯里兰卡要给中国这个港口，就是斯里兰卡唯一的港口汉班托塔港口。这个港口有着较为优越的位置，因此在斯里兰卡想要将这个港口租给中国发展的时候，美国就想出来横加阻挠。但是斯里兰卡一点也不惧怕美国的威胁，还是要将这个港口租给中国，并且与中国一签就是99年的合同，这就使得美国也没办法阻挠了。此外，在中国和斯里兰卡达成协议后，两国将进行开发管理汉班托塔港口，并且按照规定，在斯里兰卡没有还清中国债务的未来几十年里，中国都对这个港口具有合法的控制权。现如今，随着汉班托塔港口的建设发展，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斯里兰卡也表示，中国对港口的开发也促进了自己国内的经济发展，还给当地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。他们十分欢迎中国的投资方来到斯里兰卡来进行投资建设，这样在双赢的同时，也能更快地还清中国的债务。随着中国对汉班托塔港口的建设，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，并加强了斯里兰卡沿线基础建设，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，从而为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活力，也为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网络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中国一直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，在国际社会上也有着较高的国际地位，这就使得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与中国合作。从中国和斯里兰卡合作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来，中国所发展出来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，这也将会极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，继续加快中国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，使得中国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国家发展，加快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，从而可以实现互利共赢、